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思考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聊一个新词性剥削。为什么要聊这个词呢？因为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条热搜，词条上写的是6女生写信控诉上海大学一研究生性剥削。我简单看了一下文章主要内容是几位女性呢就公开控诉张某利用考研辅导和经营电影的圈内人设，屡次诱导多名考研学生与其发生关系，并对他们进行性剥削和精神控制。其中呢，控诉信里有一些关于 SM 情节的描述我估计这是他们主张对方存在性剥削的原因。对于本案呢，我的观点是一以贯之，即被害者真的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想让加害方受到惩罚的话，我认为最好是通过报警、起诉等方式让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因为司法机关呢会帮助公众辨析证据、查明事实，然后如果对方真的涉及违法和犯罪，法律有明确规定会对他做出相应惩罚的。相较于网络控诉呢，我认为这种方式更加严谨，因此呢，你也会发现上海大学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么回应的。而关于本新闻更引起我关注的其实是性剥削这3个字。是的，我想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词都会抓脑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很正常。且不说在我们国内现行法律体系下，你搜不到性剥削这个词，即使在学术界以性剥削为关键词搜出的论文也着实不多。所以如果现在有人在舆论场合提出性剥削这3个字朋友们弹幕里先走一波前沿。而今天本条视频呢，我们就好好聊聊什么是性剥削。首先我要明确告诉大家，性剥削目前在我们国内呢，主要还是一个法学概念，尚不能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词汇。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词汇呢？就是法律法规有明确定义并做出有关规定的词汇。比如说性骚扰，民法典有明确规定，这叫法律词汇；猥亵、强奸，刑法有明确规定，这叫法律词汇。而性剥削呢，现行法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对它有进行明确的定义，并做出针对性的规定与解释。它更多呢是一种从社会学蔓延到法学的学术概念的存在。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性剥削本身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违法或犯罪。一方呢，即使真的有另一方所主张的他认为的性剥削的行为，落实到是否构成违法乃至于犯罪上，你都只能看剥削方是否有违反现行法关于性骚扰、猥亵、强奸或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的法律规定。在明白这一点后我们再来看看性剥削的定义。杜志涵博士在论文中认为性剥削的本质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剥削者对性对象的工具化利用。它就包含3个特点。第一呢，是双方在能力上不平等，存在实力差。第二呢，是成年人利用儿童的各种特性和弱势进行性活动。第三呢，是成年人是纯粹的受益者。在性剥削中，被害者可能是自愿的，但他的自愿呢遭到了不公平的利用。举个简单的例子，作为一名成年人，你跟一个9岁的女性说，如果她和你发生性行为，你就可以给她一个棒棒糖。小孩不知道性行为意味着什么，然后点头同意了。在这个案件中，小孩有没有点头同意呢？有，但这是不是一种强者利用弱者不懂不知的弱点而进行的性剥削呢？是。那作为成年人的你，该不该受到惩罚呢？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与未满14周岁的女性发生性行为，无论对方是否同意，都以强奸罪定罪处罚。看到这里，不知道朋友们发现没有我们在聊性剥削的时候一直在提及儿童这2个字。是的，你会发现虽然杜博士说，强调是杜博士说，我只是引用。极端的女权主义认为任何男女之间的性行为都是性剥削，因为男性掌握主导着社会中的权力文化，并借此呢将两性关系塑造为性的等级关系，女性呢只是性的对象物，是被客体化了的身体虽然是有这样一个概念存在，但从实案的层面性剥削这个概念其实原本就指的是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比如性剥削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约定中是在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公约第34条就规定缔约国承担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性剥削和性侵犯之害。为此目的呢，缔约国就应防止引诱或强迫儿童从事任何非法的性生活，利用儿童卖淫或从事其他非法性行为，利用儿童进行淫秽表演和充当淫秽题材等等。具体到我国法律我们对与性剥削这个法学概念有关的法律规定呢，在刑法第236条之1，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就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呢，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条是什么意思呢？在21年本罪名出台以前啊，我国刑法只是规定与未满14周岁女性发生性行为的，因该女性啊未达到性同意年龄，所以即使该女性自愿，男性呢都应以强奸罪论处。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也意味着并非和未成年发生性行为就一定是犯罪，只要女性年满14周岁，双方自愿，即不构成犯罪。然后呢，在2020年，一个非常著名的案子啊，鲍玉明案出现了。这个案子呢，舆论关注度极大，当时呢也有诸多的争议。如果细讲啊，估计得单开一期。今天呢，先略过。总而言之啊，该案也同时引发了法学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并最终啊，在2021年促成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出台，将女性的性同意年龄呢，在特殊情况下提升到了16岁。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是比如与父亲、老师、医生等利用自己身份优势哄骗未成年女性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啊，这些行为从学术概念的角度，一定程度上就满足性剥削的定义。是的，我们总结所谓性剥削啊，具体到现行司法实践中，就是即使在发生性行为时，女方有表示自愿，在彼时女方未达到14岁的性同意年龄，或在14到16岁间被负有照护职责的人员利用身份优势进行哄骗发生性关系啊，法律呢就依旧可以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啊，如果你成年了，在双方就性行为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你再说自己被性剥削，那就未免太不把自己当一个正常人看了。我先从法律的角度说说为什么。我想学过民法的朋友都知道，民法上有个最基本的概念叫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民法典第18到22条规定啊，只要你年满了18周岁或者满了16周岁，并有独立收入来源的啊，智力正常，没有到不能完全辨别自己行为的程度，你呢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的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你已经长大了，要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负责了。如果你还不想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负责，行，那要么你证明自己是未成年，要么呢你证明自己智力有明显的残缺。而如果你二者都不能证明，又想为自己作为成年人的选择进行开脱，那这样的人呢，社会通常会用一个通俗易懂的词汇来评价他，那就是巨婴。而法律并不会包容巨婴。法律这么规定呢，也是对行为相对人的保护。是啊，你在跟我达成合意的时候，把胸脯拍得震天响，一直说没问题没问题，我成年了，可以对自己负责，结果后面你反悔了，说自己在心里还是个孩子啊，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不算数，这游戏不是这么玩的。而从刑事的角度呢，刑法也有一个概念叫刑事责任年龄，这一点呢具体在刑法第17条啊，我就不多赘述了。总而言之啊，这些概念想要表达的就是随着你逐渐成年，身心智力都逐渐发育完毕，你是需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的。签过的字，说过的话，同过的意是有相应的效力的。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再也不能用自己是弱者来为自己开脱，除非你真的承认并通过医学证明自己呢就是一个智力明显低于普通人，不能辨别自己在做什么的，智力和精神状况都有严重问题的人。是的，如果你已经年满18岁，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成年人，在彼此事发时达成明确合意的情况下，你若还要证明另外一方对你存在性剥削，那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呢，你至少得先证明自己在智力和精神健康层面有严重的障碍。而出现法律原因啊，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你会发现啊，如果成年人之间彼此达成合意的两性交往也能算性剥削的话，那几乎所有的爱情都有可能被指控为性剥削。大家应该都谈过恋爱吧？啊，谈过恋爱的举手。就算你没有谈过，你至少也有对一个人产生过倾慕之情吧？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遇到一个你真正在乎的人的时候，你就是容易胆怯、自卑、迁就，因为当你陷入爱情时，你就是会觉得你仰慕的对方闪闪发光，你就是会情不自禁的为对方无私付出，甚至啊，这些闪光点本身就是我们爱慕对方的原因。而如果依照杜博士引用的，强调啊，杜博士引用的极端女权主义的理论，说到这儿感觉自己好对不起杜博士啊，反正总而言之吧，那两性关系的互动就是剥削本身，那两性关系就不该存在呀，甚至不止两性关系，同性关系只要地位不平等，也有可能是性剥削。再甚至，即使是同性，即使是两情相悦，那也有可能是剥削，双方互相剥削，都是剥削了，那被爱的那个人能不构成犯罪，能不被批判吗？而这容易导致的情况就是啊，成年人与成年人中的大量人际交往将会越来越缺乏信任感。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是社会合作的基石，基本信任里啊，既包括人品信任，也包括能力信任。若没有基本信任，社会合作就会崩塌，而这也是法律要对人的行为能力、担责年龄做出硬性规定的原因。
我理解会有当事人认为自己在两性关系中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有委屈想控诉，且即使成年了，也并不意味着如果自己真的受害，就不能要求加害人承担责任。我想说的只是，如果你要控诉，第一呢，从事实的层面也是最基本的，要有证据；第二呢，从法律的层面要用对词，找对法律依据。如果你真的认为对方已经违法乃至于犯罪，那根据我国法律，到底是性骚扰、猥亵还是强奸，是虐待、家暴还是诈骗，说清楚。因为如果没说清楚，会让人一头雾水，另出新词又难免会给围观者欲加之罪的印象，不利于维权。要是概念还用错，那就更是如此了。这不是对控诉者的严苛，我支持一切合法合理的维权行为，这只是对控诉者的提醒。因为从实案的层面，这段时间大家想必也都逐渐感受到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公开指控是很有可能被反噬的。任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公开指控都是耍流氓。欢迎来到真实的法律世界，我们下期再见。